第6幕第3场妇科的权利3。纲要：1、提问；2、权利系谱与环形监狱；3、当代内化的权利凝视。我们现在请同学提问。报道上说，台湾是全世界监视摄影机设置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依据妇科的观点，这算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们应该减少、增加或不改变台湾目前公共场域的摄影机数量呢？妇科强调当代的权力凝视已经不断被内化于我们内心。网络上面常常说有图有真相，这是不是也一种权力凝视啊？权力无所不在，然而权力为何无所不在？如何无所不在？身体又为何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场域呢？法国哲学家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对全景场式监狱做了权力运作分析，并讲述当代执政者如何应用其无所不在的监视来生产其微观权力效应。书中指出，18世纪晚期，英国社会改革学家边沁为了解决监狱管控的问题，构想出此全新监狱建筑，让监狱管理者能以最少的能力管控最多的罪犯。此全新高效率形态的监狱建筑，特点在于其环状建筑中心位置设置了一座高塔。建筑物内除了中心高塔外，所有牢房的空间如透明般的明亮。监视者可以在塔中360度地任意监看所有犯人。因每间牢房有水泥墙阻隔，犯人们也无法看到彼此。每当有犯人不遵守监狱规定或试图逃脱时，管理者便可立即派人到牢房里严厉毒打犯人的身体来惩罚他。反复执行过几次后，监狱内所有罪犯的身体便会对此种无形的监视与体罚产生恐惧。不仅如此，监视者为了保持其隐秘性，更在塔上安装了活动式百叶窗，因此犯人只知有人在监视，却看不到监视者是否正在塔中央观察他们。渐渐地，即便管理者并没有监看犯人，甚至不在塔中央内，犯人们也会认为有人正在监视他们。借由此管理过程，犯人逐渐内化无所不在的监视与惩戒，最后成为一种下意识的自我监视与规训。即便犯人离开了监狱，他的身体已经被权力规训，成为社会里像温驯绵羊般的身体。此现象即是福柯所谓的微观权力效应。事实上，到了当代，全景场式高效率凝视宰制模式已运用到生活各领域，例如工厂、学校、兵营、医院、便利商店、住家及大街小巷。因此，不管你身在何处，权力已经无所不在。好，下一个我们来看，他最著名的《规范与惩戒》这样的这本书，就是Discipline and Punish。那这本书里面，我用一个简单的图表，把整本书放在这个表格里面。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表格，等于是把整本书一个图表化。这整本书谈3个时期：古典时期、18世纪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时期，到所谓的现代时期。3个时期，就刚才我们讲的，所有的权力产生的真理、应用的对象，还有它政治的这个形态，就可以这样子一个表列化，做一个说明。从早期的君主到早期的民主，到晚期的民主，那它权力的形式的技术，就是它的 technology of dominant power 这种权力的技术是如何运用的。那我们比如说古典的时期，它必须靠严刑鞭打来去用身体的暴力产生大众的凝视，就杀鸡儆猴的效果。那这个时候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一个宏观权力，那以上帝的君权神授来强调。18世纪的时候就会早期的，那就会有监狱的诞生，然后强调的是一个言论，跟一个经济在社会权力上的一个运作，然后监狱就要预防的是犯罪的未来。最后是现代，那现代谈的就是规训，或是我们待会要谈的一个全景场域的一个圆形监狱、环形监狱的一种凝视的意识形态。那这是我们接下来马上要讲的。
从右手边这2张图，各位看到的是所有傅柯的著作中最著名的《规训与惩戒》中最著名的一个章节，叫 Panopticon， 就是圆形场域的一个凝视。那这张图在探讨的是当时的一种权力形式的一种典范转移。那这是由英国哲学家边沁设计的一个监狱，其他设计的当时的考量是管理，就是我用最少的管理能力达到最多犯人的管理，所以他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建筑。这样的建筑很简单，就是一个中心的一个 Central Tower， 然后有所谓的警卫在中间，周遭有不同层楼的监狱，一格一格的犯人，每一个人关在一个共同大小的一个监狱里面。那中心的 Tower 就可以管控所有的人。如果其中有人开始鬼吼鬼叫，比如说或者是摇窗、摇铁栏，或者是尖叫，那他就可以中心 Tower 就可以派人去把他鞭打一顿。所以你只要闹一次，我就打你一顿。所以那个身体就被规训成乖乖的接受中心这个控制者的。那到底中心控制者有没有看你就不重要了，因为你每次闹就会被打，每次闹就会被打。那这样的一个规训，就用一个人看可能上百个犯人，达到一个管理学里面最重要、最高的所谓的 CP 值。那这样的管理学只是当时设计这样监狱的概念，可是对傅柯而言，他发现了一个典范的转移在这个建筑里面。因为在这个监狱的诞生之前，所有的关犯人的方式就是所谓的 dungeon， 就是所谓的地牢。所以我们不管在中国满清的时代，或者是在这个西方，只要是犯错人，我就眼不见为净，把你扔到地牢啊，让你这个臭，让你脏，让你甚至死在地牢。所以那个权力的模式叫做黑暗。所以我惩戒你的方式，就把你扔到黑暗，我看不见。可是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建筑，凸显的刚好是黑暗的倒过来，是 visibility， 是能见度。所以整个监狱里面是透光的，然后所有的人是可以被完全看见的，不同于地牢。那中心的这个 tower 里面的这个警卫就可以因为能见度可以我同时管所有的人，而不是扔在地牢看不到，然后也无法控管。好，那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达到一个权力范围的一个凝视产生的一个效应。那为什么所有的监狱进去的人是一个像狼般的身体，充满了暴力，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抵抗，可是关个3年5年下来，出来的身体却像绵羊般的温驯？这就是傅柯要谈的权力如何将一个狼的身体转换成一个绵羊的身体。因为在这样的监狱被他关久的身体就被规训了，你只要一闹一吵我就打你，一闹一吵我就打到久了你的身体就乖了。所以当乖久了，你出去的时候你身体就是一个绵羊的身体。好，这样的一个权力观，我们用一个简图来看，也就是中央塔里面去管控所有的人。那所有人不管因为它中央塔里面实际上当时是用一种 blind， 就是百叶窗，所以你不晓得有没有人在看你。可是你每次胡闹的时候就会被惩戒，所以被规训，所以你身体都懂得有一个人在看你，你虽然看不到他，可是他在看你，所以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内化那样的凝视而去规训自己的身体。好，这样的一个权力从地牢的黑暗进入这圆形监狱的透明性，实际上是一个很典范的权力典范的转移。因为这3个阶段傅柯看到的不是一个监狱，他看到的是一种全新的一个权力样态。那这个样态是我们内化了管理者的需求但内心，然后变成我们一部分的自己。那有3个结构来看，很简单的说明。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管理者，管理者可以看到你，那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你看到警察，警察看到你，所以你跟警察之间可以有一个保持互相凝视，然后做一个权力跟抵抗的可能。好，那可是第
第二阶段是你被看久了，你内化了这个权力对你的凝视，所以你自然而然规训起自己。可是你有感觉到有人在看你，所以你也有感觉到你在规训自己。第三个阶段是你已经完全内化了这样的规训的凝视，你就是那个凝视，凝视就是你，就第三个阶段。我们举一个例子，你到图书馆，你就会很安静，嘘，小声；你到医院，嘘，小声；或是你甚至到 7-Eleven 一进去，你就是一个很 decent citizen， 一个很好的一个市民，然后你的行为举止都是非常高尚的。好，因为有个东西叫做监视器。那监视器，福寇看到的是古时候的圆形监狱，那中央塔的凝视就是当代科技的监视器，它无所不在。那这样的监狱的模式，在规训身体，我们规训内化之后，你不会再去弄你的欲望而去抵抗权力。那这样的一个内化的权力，可以在医院、图书馆、工厂、兵营，甚至学校都看得到，到处都是凝视，到处都是监视，甚至是大街小巷，可以这么说。那这样的凝视，让我们规范自己。所以你在家里一个人，你要脱光光，要怎么样都可以。可是你就要到了一个场合，你知道这有监视器，你自然而然就会规训自己，你就是一个良好的公民，你就是身体自然而然就变成良好的公民了。好像我现在录影，我就要穿西装。好，那这样的一个，因为有凝视产生内化，产生你对身体的规训。那福寇这样子认为，这样的观点不只是在从古时候的监狱进入当代的科技的无所不在的这样的一个监视器，而且进入所谓的意识形态、宗教、上帝在凝视你。所以我阿嬷就是我的祖母，常讲一句话：亚桃沙丘无心民，举头三尺有神明，神明永远在看着我。所以就会有所谓我们孔子讲的君子慎独。我即使在一个孤独的样态，没有人样态，我都很谨慎。那样的君子慎独的意识会凝视着你，内化了这样的一个君子的概念，你到哪边你就很谨慎。所以语言变成是一种新的圆形监狱的一种凝视。所以你从小受教育，你从小受道德的规范，你从小做任何的一些行为，你都会内化在你内心。所以道德观、宗教观，或者是你自我的责任观、荣誉心，对福柯来讲都是内化凝视，就是他讲的Mako Power Effect， 都是一种微型权力内化，它是24小时的，即使你做梦，那个权力都在你内心。好，这样的一个研究产生了一个非常全新的一个样态。那这样的权力底下，我们就谈到权力是无所不在，因为你认识你自己，你的认同，比如性别、宗教、国家、家庭，跟甚至你的家庭都有一定的所谓的 sense of belonging 认同感。任何的认同都来自知识生产的结构。那产生了认同，那权力就在你认同里面运作。那这产生你在你生命创造的美学。那这就是第三阶段福寇谈的自我技术。简言之，自我技术是透过一种使个人利用自己的方法，透过他人的帮助，或让某些作用彰显于你的身体、灵魂、思想、行为或存有的模式上，以便改造个人，使其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快乐、洁净、智慧、完善与不朽。那这就是福寇对technology of self 自我技术的一个定义，也就是第一个，权力无所不在。我在权力里面如何建构自己的美学、自己的修身？那这样的一个，你就必须靠自己的创意跟别人的协助。那在权力范围内得到荣誉、得到快乐、得到洁净、得到智慧，甚至不朽。比如说立德、立言、立功，就有不朽的特色。那这个就是进入晚期的解构主义跟晚期的福柯，他如何去瓦解前面的权力，然后进入一个创造的美学。我们以性作为一个知识课题来为例来说明，对福寇而言，性
并不是一种具体的行为，而是一种流动的欲望，而是真理与权力之间隐秘的知识课题，也就是一种论述。性作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种新的论述，逐渐渗透到生命政治 （biopolitics） 的范畴。因此，性有关的多元话语系统相继而生。傅科在其著名的性史中提到，权力网络中有4个生命4元结构，其主体如何借由自我技术来开创属于自己的生存美学。选回答这2个问题都非常具有思辨性。每次我在上傅科的理论课的时候，第一个问题一定是全班要讨论的一个问题，然后每一次讨论完这3个选项，增加摄影机、减少摄影机，或者是维持原来的数量的答案，都有3组人马在支持。那重点不是你选了哪个答案，而是重点你有没有检验的能力。不要忘了，未经检验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未经检验的理论是不值得相信的。因此，能检验傅科的理论，这2个问题都非常具有思辨性。第一个问题，那凸显的不是哪个答案的对错，而是你对权力的一种关系。不管你选择增加、减少或维持原状，都彰显出你跟现代你身处环境权力的一种态度。采取批判态度的人就一定会要减少，因为隐私权是重要的。采取认为人的安全重于部分的隐私权是重要的，那我要摄影机，那给我安全感，所以它应该要增加。这样的人就会选择要增加。那在2个思辨之后，采取那我维持原状，就是你对权力希望维持现状的，那就会选择第3种。但最重要的不是你选择哪一个答案，是这个样的思辨问题凸显出你跟你身处环境的权力关系的一种态度。那这个态度的认知跟进一步的思辨与交流才是重要的。第2题，有图有真相是不是一种权力凝视的产物？答案对傅科而言是的。任何论述当它被接受，产生信任，成为一种信念的时候，它就在你内心产生一种权力的凝视。那这个凝视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共同的产物，因为我们是一个网络时代，网络的乡民是不可能有向警察去做调查，向检调单位去做详细的询问。那么有图有真相成为这个时代便宜行事的一种相信的模式。然而，任何的真相我们都必须了解，图只能代表一个事实的呈现，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图像的呈现，所以单一的图绝对不能呈现唯一的真相。再来，任何图像呈现了一个事实之后，就会有诠释的问题，诠释又是多元的，不同的认同主体、不同利益团体会有不同的诠释，所以真正的真相必须要在多元的诠释及多元的图像去形塑而成。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谢谢。